有缘人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所有父母都关心的话题：我们的儿女究竟怎样才能有福气？天下父母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、平安，甚至一生富贵。为了这个愿望，我们拼命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希望能留给孩子一笔丰厚的财富。但各位有没有想过，人的福报是有定数的，这一生应该享用多少，老天早就安排好了。如果孩子的福报不足，就算留再多钱给他，他也守不住，享不了。聪明的父母都明白，与其留财，不如帮孩子培养德行，让他自己去积福，这样他才能真正超越命运的定数。佛家讲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很多人可能会怀疑这个道理，但请大家看看现实社会，为什么这么多父母花大价钱请大师帮孩子算命、取名字，拿着生辰八字算来算去，最后还是相信命运这回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更应该知道，儿女的福报关键在于我们父母的作为。易经早就说了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就是在告诉我们，行善积德能改变命运。大家都听过一句话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这个天注定的福报，好比银行里的存款，存款用完了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但如果我们懂得修善积福，那就是在继续往银行里存钱。现在的社会物质丰富，很多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，吃最好的，用最好的，上最贵的学校，生怕孩子吃一点苦。可是现在的孩子普遍不懂感恩，难管教，父母操碎了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过度宠爱孩子，把他们的福报提前耗尽了。要知道，我们给孩子花的每一分钱，都是从他自己的福报里扣的。孩子还没来得及修福，就已经开始消福了。老人常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这话绝对有道理。当孩子的福报用得太快、太早，未来的路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走。所以，真正爱孩子的父母，应该从现在开始，为孩子多多积累福报。父母积德，儿女受益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而且，首先受益的一定是积德之人自己。一个行善的家庭必定有福，而这份余福还能庇荫子孙。古人说，积金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留书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这就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的道理。先祖有德，后代才能享福。所以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不要在孩子的饮食、穿着上盲目攀比，而应该根据家庭状况，穿得得体，吃得健康就行。更重要的是，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德行，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，这将让他受用一生。父母是根，儿孙是枝叶。如果父母不受孝顺供养，这棵树的根就会枯死，枝叶自然无法茂盛。相反，父母受到孝顺供养，这棵树就能生机勃勃，子孙的福气也会越来越厚。佛陀说，修行是间法，要从孝顺父母、供养师长开始。我们的供养不要只集中在下一代，而应该先放在上一代。当我们懂得孝顺父母，
孩子从小耳濡目染，自然会学习，将来也会有大福报。但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放在孩子身上，忽视了自己的父母，甚至对父母不闻不问，却对孩子百般宠爱，那么这个孩子的福气不会太好。更严重的是，他未来也会学我们的样子，长大后不会照顾我们，而只顾着自己的孩子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人生最深的因果。我们要让孩子有福，就先从自己做起，行善积德，孝顺父母，让这份福报代代相传。我们不妨仔细观察香港那些真正富裕的家族，无论家财万贯，子孙对待父母、祖先都是毕恭毕敬，从不顶撞，不忤逆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深植于家族文化的智慧。这种敬老孝亲的态度，正是他们家族福气深厚、兴旺不衰的重要原因。有句老话说，老人有德，子孙兴旺；老人缺德，一家遭殃。一个家庭的长辈，影响的不只是子孙的行为，甚至能左右整个家族的命运。父母积德，子女自然得福；反之，若父母贪婪、算计、行恶，整个家族往往难逃衰败的命运。说到底，让孩子富贵的秘密就握在父母的手里。贪小便宜，占人便宜，最后倒霉的反而是自己的子女。正如菜根谭所说，心者，后意之根。未有根不植而枝叶容茂者，人的内心若忠厚仁慈，等于给后代种下福报；反之，若只顾眼前利益，不择手段谋取私利，短期内或许风光，长远来看却祸患无穷，最终害己害子孙。这让我想到一个古老的故事。从前，一座城隍庙里住着一位大师，擅长变戏法。有一天，他当众施展神通，手中只拿着一枚铜钱，嘴里默念咒语，那铜钱竟开始变多，最后堆满了一整筐。他将这枚神奇的铜钱留在庙中，村里有个贪心的李爱才听说后，趁着深夜带着儿子偷走了铜钱。他原以为能用这铜钱变出无数财富，却怎么念咒语都没反应。突然，铜钱越变越大，他凑近一看，发现方孔中金光闪烁，仿佛藏着一座金山。他立刻让儿子钻进去取财，可就在这时，方孔开始缩小，儿子被卡住了，怎么挣扎都拔不出来，最后竟因此丧命。这正应了那句老话，世事皆因，央留后代，贪图一时之利，却埋下祸根，害人害己。人活在世，福不可享尽，便宜不可占尽。表面看来，占了便宜是聪明，其实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，甚至会给子孙带来灾祸。反之，愿意吃点小亏，表面上吃了点苦，实则是在积累福报，让子孙后代受益。道德经有言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老天爷没有私心，但总是庇佑善良之人。善人福深，恶人祸多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看看历史上那些长盛不衰的家族，无一不是秉持积德行善的家风。山东牟氏家族从明朝开始，时代富贵不衰，拥有超过18万亩良田，甚至被誉为中国第一财主。然而，
他们的成功并非仅靠财富，而是因为乐善好施。当年饥荒时，他们每天供饭救济百姓，每年布施粮食上百万斤。即使兵荒马乱，他们的庄园竟毫发无伤，因为整个县的百姓都主动保护他们。这就是积德的力量。一个家族的兴旺，靠的不是财富的累积，而是德行的传承。有位大师曾说，一切众生心想异故，造业异义，由是故有诸趣轮转。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行为不同，所造的因果也不同。所以想要家族兴旺，最根本的方法不是算计利益，而是从自己开始，修心养德，积善行善，这样才能庇佑子孙，福泽绵长。行善积德，终得善果。父母的福报不仅影响自己，更能庇佑子孙。老话说，人厚道，天不欺，善良厚道的人自有命运眷顾。只有不断行善积德，才能身心安宁，给后代留下真正的福气。钱财再多，终究带不走。曾国藩说过，子孙若不贤，则多积一钱，必将多造一孽。如果孩子没有能力，父母留下再多钱，也可能成为祸害。晚清首富盛宣怀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的前3个儿子不幸夭折，所以他对第4子盛恩颐格外疼爱，给他留下了庞大的家产。然而继承巨额财富的盛恩颐却没有好好珍惜。他整天游手好闲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流连声色场所，成了民国时期有名的花花公子。他是赌如命，甚至一夜之间就输掉了上海一栋价值数百亿的楼房。没钱了，就变卖家中的古董。结果不出几年，父亲辛苦打拼的家业全被他挥霍殆尽，最终落魄到街头乞讨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最后孤独地死在家中。盛恩颐的悲剧告诉我们，留给子孙最多的财富，往往不是钱财，而是品德和智慧。一个家族想要兴旺长久，单靠金钱是不够的。古人说，修德获报，想让子孙过得好，就该积德，而非积财。历史上，范仲淹家族能屹立800年不倒，正是因为他以身作则，不贪名利，乐善好施。曾国藩的家族人才辈出，也源于他从小教导后代勤俭持家，积德行善。真正富贵的家族，从来不是靠钱撑起来的，而是父母以身作则，行善积德，才能让福气生生不息，代代兴旺。俗话说，一子黄金满盈，不如教子一经。与其拼命给孩子赚钱，倒不如教他们如何做人。孩子的福报往往取决于父母的修为。父母积德，孩子才能受益；父母惜福，孩子的福气才会绵长。相反，父母若是行恶，子孙往往会因此遭殃。有些父母以爱之名，给孩子花钱毫无节制，却不知这样反而折损了孩子的福报。很多人小时候过得风光，长大后却一事无成，就是因为过早挥霍了自己的福分。天道无亲，唯亲善人。这句话或许不容易理解，
但可以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看，孩子的福报来自于对长辈的孝顺。如果自己对父母不敬，未来的孩子也会学着对自己不敬，这就是因果循环。所以，真正爱孩子，就应该教他们行善积德，而不是让他们过度享受。过早享福，等于提前透支福报。与其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，不如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。福报不能直接传给子孙，但父母的德行却能为后代铺下光明的路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，这点很多人没想明白。想让孩子成才，就拼命送进名校，觉得这样就能培养出人才。但问题是，他有这个命吗？就像养孩子，钱是父母的，但折损的却是孩子的福报。在福田中，长辈就是我们的福田，应该对长辈怀有恭敬之心，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长辈，只有尊重前辈，后辈才会尊重我们，这就是因果。人们总是对孩子百般呵护，却忽略了父母。等孩子长大了，他们也会把全部心思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，而不是关心你，这就是因果循环。父母积德，子女受益。有衣有食，是因为前世行善施恩；贫困潦倒，或许是前世吝啬未曾布施。世间万事皆有因果，想要好结果，得先种下善因。因果贯穿三世，当缘分成熟，善恶果报便会显现。子女能享福，靠的其实是父母积下的德。明朝有位官员王稳，为人厚道。有一年临郡大旱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他毫不犹豫地开仓放粮赈济灾民。尽管遭到同僚反对，他却说，那些受苦的百姓也是我们的百姓。结果百姓渡过了难关，而王稳的家族也因为他的善行而兴旺，子孙世代富足。司马光在家训中说，遗子千金，不如积阴德，留给子孙财富，不如行善积德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父母积德，就是在给子孙积福。古语说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要修善身，存善心，行善事，这样福报才不会用尽，子女才能有福可享。有福德的人，才会感召有福德的后代。富不过三代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没有德行的富贵，终究难以长久。世间万物讲求能量守恒，福报有限，该惜福不贪，该吃苦则吃苦。人这一辈子，苦可以受尽，但福不能享尽。现代很多父母宁愿自己吃苦，也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，对孩子有求必应，殊不知这样只会让孩子变得骄奢，欲望越多，德行就越低。物质丰富的时代，更该让孩子学会知足惜福，才能让福气长久。古人说，惜福福常在，享福福不来。真正想给孩子积福，就要教会他们惜福培福。古人对福报尤为珍惜，吃饭够饱就好，穿衣保暖即可，从不讲究奢华。因为得到需要的是福，贪求过多的是累。如果不想折损孩子的福报，
趁现在赶紧教育他们勤俭节约，多行善事，从小学会惜福培福，这样才能福泽绵长。父母决定子女的命运，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，首先自己就要以身作则。父母今日所修的善因，就是子女未来的福禄。人生就是一场因果，福报有定数，行善是积福，作恶是招祸，节约是培福，奢侈是消福。真正爱孩子，就要教他们行善惜福，这才是真正为孩子存福报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一句积德行善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